这个池塘的大门槛也很高，值得红基叶，鹤峰树本园啊。这个桥下呢，就是我刚刚骑行的环岛路啊。这已经来到了景观大道上了。我眼前的这个巨大的影壁啊，是一幅石雕，非常精美，非常壮观。这个就是沙湾油根塘，我看到有两个老外也在这边游览。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紫泥岛上环岛骑行了1周，大概不到12公里。现在我在一座梁式池塘门前的一个水塘这边稍稍坐了一会儿，吃了一点东西，喝了点水。那我们在这边呢，打算从这边开始骑行回家去了。今天整段的骑行是源于这几天在网上收到一条消息，就说环番禺骑行道开通了。我当时也一愣，我想番禺骑行道那得有多大？后来一看呢，原来是紫泥岛环岛路通了。那这个差得很远。那我紫泥岛以前来骑行过很多次开车带着家人来那就更多次了。所以我知道也就是10多公里一圈。今天呢就骑着车从家里来了。其实从家里出发到紫泥岛呢也要10来公里所以现在其实已经骑了20好几公里了。这点距离呢应该还是不在话下所以我们也是打算从这边呢慢慢骑回去。那起码呢也有10几公里的路程要骑。说不定还在什么地方去转转因为这边离沙湾古镇其实并不远。这个地方应该就属于沙湾镇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好吧，休息了一阵，我们就准备出发了。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梁式池塘，我上次专门来过，还进到里面去过的，今天我就不进去。这个池塘保存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我相信周边的姓梁的人应该跟他有关系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池塘的大门槛也很高，值得红基叶，鹤峰树本园就说的意思呢，就是这里的人全部都是从北方来的，就在这边已经传承了最起码好几百年了。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他们一个根源了。这边应该有一个介绍，我们稍微来看一看这个池塘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到了清宣统3年1911年重修，还是挺大的一个池塘大家可以看看，这边还遗留着很多清朝建筑的风格，还有很多像这种砖雕等等还是有很多艺术和历史价值的地方。好，现在呢我们就从这条进宝墨园的大道出这个小岛，前面呢还是要拐上紫泥大桥，然后呢我们就往回骑了按照我一般而言，我是不喜欢走重复路的，那我们再去找别的地方兜一圈回去。
广州附近啊，水库其实很多，那河冲呢更是四通八达了，所以这是宝贵的资源。现在政府也意识到，尤其在黄埔啊、增城啊等等地方呢，就把一些水库啊边上的绿道都建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好，我们现在路口等一个红绿灯，然后就转上紫泥大桥去。前面两位年轻人应该也是去环岛骑行的了。我们现在准备上桥去。这个桥下呢，就是我刚刚骑行的环岛路啊。回程呢，我就不走原路了，直接走4粮路。这条4粮路呢很长的，会经过前面的景观大道。左侧的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原来的名字叫学院，现在呢变成了大学了。在这条4粮路上骑着骑着呢，摄像机就停了。一看呢，原来是 SD 卡满了，所以我现在换了一张内存卡。我们继续在4粮路上向前骑着。看到马路左侧呢，是一个巨大的废弃的厂房啊。马路的右侧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湖。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怎么在这条路上骑过的。
左侧就是景观大道了，我打算还是骑一段景观大道，然后从沙湾古镇的西门进，南门出。这已经来到了景观大道上了。拐入一条小路骑进去啊。左侧呢也有一个池塘，但是被改成了一家餐馆。骑上一个大坡，我想右前方应该就是沙湾古镇的西入口了。前方呢就是沙湾古镇，这里呢应该是西门。在进西门之前呢，我到沙湾古镇西门口的一个大影壁那边去看看。沙湾古镇这边呢，稍稍的要抬车下这个台阶。我眼前的这个巨大的影壁啊，是一幅石雕，非常精美，非常壮观。就是这边代表着广东的民间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水平啊。何世良作品，哇，你看多美！他把沙湾古镇的一些特色啊，比方这是乐曲的故乡，然后呢，这边有很多的小吃啊等等吧，这些元素都融入在这个大的石雕画里面了，非常美的。所以这里还是保留着很多民间的文化啊。
对面呢有个西门售票处，但我不知道现在还要卖票吗？应该谁都可以进来吧。可能某一些什么景点里面，可能还是有些景点的需要卖票。其实从这个里面呢是直接可以进到村里面去的，但是我还是走一个西门的牌坊吧。很可惜啊，就是广州周围像这种沙湾古镇就保存那么完好的并不很多。好，现在呢我从左侧的沙湾古镇的西门这个牌坊骑进去。这个牌坊当然是后面做的了，做的还是挺气派的。这边有很多民宿，也有很多餐馆，但是左侧的这个莲花池呢，这个已经不是季节了，已经都是一些残枝败叶了。这边有很多小吃，豆腐花、撞酱奶。这边有个敬老院，很不错的。右侧这边商店就更多了，一路排过去。有一个人来逛这种街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吃这种美食，跟家人在一块呢，就特别的开心，尝尝各个地方的美食。哦，这个地方是学校上学了吗？陈芳里大街，这边就到了和氏大宗祠刘根堂门前了。每次都会到这边来转转。这个和氏大宗祠后面呢，就是向贤中学，就刚刚一帮学生中午放学出来买吃的，就是从这个学校的一个侧门走出来。这边呢还保留着以前那种考取功名的人的一些纪念物。这个就是沙湾刘根堂，看到有两个老外也在这边游览。就这种古迹特别是对于以前有功名的人的尊崇呢，对后代敬学是一种好的教育吧。好了，今天我就不在这个古镇里面游览，我们只是借道从这边骑出去而已。这边有卖很多当地的糕点我的妈，这个石子路不大平这边是有很多的这种纪念的场所的。最近可能天气不错这边生意比以前要落了。你看各种各样的当地的事情现在卖的店铺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是会有印记的。感觉你好像是瞧不起我。好的电影啊。效果在过去。哎，对，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不是，就是说你帮我过去了，看到人。有，前面有一只穿着衣服的猫猫，应该是哪位店主养的吧？猫猫，哦，可以逗你一下吗？哦，可以啊，乖。好，拜拜。猫猫好乖的。现在已经出了这个古镇了，这条环村的路叫光裕路。虽然这边每条路都是可以出去的，但我还是打算拐到南门。这条叫安宁路。你看啊，右侧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房子，有些呢是仿造的，也有一些呢是以前就存在的。现在有些就变成了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当然也有很多是餐馆之类的。这是一个广州，我觉得城区附近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好的古村。但这种古村呢，在江南，在上海周围，在苏州、无锡，那就太多了。现在呢，我从这条大象冲路，就是南门这边骑出去，这条商业街道就是沙湾镇的一条主街了。如果有朋友到广州来旅游啊，有那么一两天空余的时间呢，就不妨到这种郊区、古镇、老村去走走，去尝尝当地的一些食物、点心、糕点，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像我们住在这里的人啊，就跟本地人无疑了，所以这些该尝的也都尝过了，所以就变得就是仅仅是欣赏一下这边的环境氛围。
今天我们在龙湾村里有一条中华街、中华路这边呢是不错的一条中华大道，我就要从这条中华大道骑回去。在这种天气外出骑行真的是很美的。当然最好是远离城区，去到郊野、河边、古村、小镇里面去看看，这才更有味道。这条马路呢虽然也不窄但是周围的商店呢都是跟周围的居民相关的，没有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商店。看到这边有一个社区公园，这个之前好像没有怎么进来过，我就到里面来看一看。这个叫沙湾文化广场，这是市民休闲的一片空地相信到了晚上肯定也是广场舞，好多堆的好像有路可以出去吧。有一条小路可以出到外面。你看看这边的村民的房子，我就觉得都建得非常好了。这是一个托管所。这个村庄我好像没有进来过，就自成一体，有幼儿园，这个是一个中心小学吧，沙湾中心小学。